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喺立陶宛嗰度最近有一個現象出現，呢個現象就係立陶宛嘅有錢人就竟然出現咗一個大逃亡潮啊！據資料顯示，呢啲立陶宛比較有錢嘅人呢，一般去離開立陶宛去到嘅國家呢，就有法國啊、德國啊等等嘅呢啲西歐國家。之所以呢啲人要嚟到大逃亡，原因就係因為佢好擔心到最近嘅一個消息，呢個消息來源就係嚟自於俄羅斯以及係白俄羅斯，好有可能呢就會發動到對立陶宛嘅軍事行動，而且特別有傳言咁講到，已經同俄羅斯正式割席嘅僱傭兵集團瓦格納就有機會呢係擔任到今次進攻嘅主手，日期都講埋啦，仲話呢會喺8月15號嘅時候就嚟到進攻立陶宛。嗱，雖然呢一個呢係一個未經證實嘅消息或者叫傳聞啦，目前嚟講呢都冇確實嘅證據嘅，但係從呢啲立陶宛人嘅反應嚟睇呢，佢哋顯然係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都係選擇去到相信呢個消息，因此呢先有咁驚惶失措嘅表現嚟到逃出自己嘅國家嘅。再加上佢哋身為立陶宛人，好清楚一點就係立陶宛對俄羅斯做嘅好事實在太多啦，咁樣亦都加強咗俄羅斯要派到瓦格納集團對立陶宛進行軍事行動嘅動機。其實呢啲動機又點止係咁少啊？咁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講下關於瓦格納警告會對立陶宛甚至乎會對波蘭進行到軍事行動嘅消息，究竟係咩一回事？亦都會上邊睇下喺之前講到嘅瓦格納兵變，好有可能去到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其實成單嘢呢，好有可能都係一台戲嚟嘅。點解咁樣講呢？轉頭翻嚟，亦都會為咗大家一一拆解。再之後，我哋就講下早前一位雙非嘅細蚊，俾佢母親帶咗落嚟香港睇病之後呢，就圍下佢喺呢個廣華醫院嘅急症室，而且佢母親仲要係專登圍下呢位細蚊嘅，因為呢位來自於內地嘅母親呢，就唔信喺香港會有更優良嘅教育，咁所以就用咗啲咁無知嘅方法，以為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嘅細蚊可以喺香港呢度得到更優良嘅教育，所以就會發生咗呢件嘅事件嘅。但係呢件事件經過幾日之後呢位母親咧再次嚟到我哋香港嘅時候，一入境呢就即刻被捕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就講下呢件事。喺節目開始之前，喺呢度呢就少少呼籲先。由於新潮文9月嘅東北之旅已經滿咗額啦，所以就仲有好多朋友問我有冇位嘅時間呢，我哋都不敢怠慢，就立即已經安排到新潮文10月嘅東北之旅嘅所有行程安排噶啦。今次10月嘅呢一團東北之旅，其實同9月嘅嗰一團行程係一模一樣嘅，都係由到格仔親自設計，係着重於文化、歷史以及係新潮文觀眾口味於一身嘅度身訂造行程嚟嘅。如果想聽我去到講解今次呢個行程嘅詳細內容，咁大家呢就可以去到呢條影片最後嘅嗰20分鐘，我就會為到今次嘅行程作出詳細嘅介紹噶啦。而喺呢度呢，就先講一講報名嘅方式以及係出發嘅日期先。我哋嘅出發日期10月嘅東北之旅就會位於10月20號由香港出發，直飛去到大連，然之後呢就連玩13日，就會去到11月1號翻香港嘅。而想報名嘅朋友或者查詢行程嘅，亦都可以 WhatsApp 去到以下嘅電話，就係+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順帶一提，10月嘅東北其實同9月亦都係一樣，氣溫咧都係差唔多嘅啫，亦都係最適宜遊東北嘅季節，亦即係秋季，欣賞到東北秋天嘅紅葉，就係最適當嘅東北旅遊季節嚟嘅。由於我哋都預料到今團10月嘅東北之旅應該個報名情況呢就好似9月咁樣，都係唰一聲冇晒，迅速滿額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呢就要快手啦，立即 WhatsApp 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咁當然啦，可以聽咗呢個節目後20分鐘嘅旅遊介紹再作決定都得嘅。咁喺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而家呢立陶宛裏面就出現咗一個現象，而家好多立陶宛嘅有錢人都紛紛逃離立陶宛，
去到其他鄰近嘅歐洲國家，例如係法國、德國等等嘅呢啲西歐國家嘅。之所以呢啲有錢人要離開佢哋嘅祖國立陶宛，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好擔心到早前非常之出名，成為咗全球焦點嘅瓦格納集團，就有傳言講到瓦格納要進攻立陶宛，所以嗰啲位於立陶宛嘅有錢人都非常之驚惶失措地離開佢哋嘅國家，都可以話到係相當之諷刺啦。而唔單止係咁，其實立陶宛現在真係十分之脆弱㗎，除咗佢自己嘅軍事實力一啲都唔強，甚至乎可以用到係超弱嚟到形容。而且立陶宛現在國內嘅經濟非常之糟糕，有傳聞就指到立陶宛已經瀕臨破產邊緣㗎啦。再加上立陶宛喺反俄以及係反華上面，永遠都行喺第一線，永遠都係作為美國嘅打手，比其他歐洲嘅國家更加要出位。當佢係做到咁乞人憎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有好大嘅原因要令到佢被俄羅斯攻擊㗎啦。但係呢啲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原因啫。有一樣嘢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嘅就係立陶宛獨特嘅地理位置，更加令到佢有成為下一個對象嘅可能性嘅。嗱，關於咁多點咧，我哋慢慢嚟到去講，就等大家了解一下現時嘅局勢先。嗱，有關於瓦格納要進入立陶宛，其實消息咧就係嚟自於瓦格納嘅領導人阿普利戈津，就喺咧7月21號嘅時候，有媒體捕捉到佢喺一個非公開嘅場合裏面就講到咧，嚟緊瓦格納將要進入立陶宛，而且咧亦都傳言話到瓦格納就將會喺8月15號嚟到對立陶宛發動軍事行動嘅。嗱，雖然就冇人知道呢啲消息來源真定係假，而再喺之前瓦格納嘅真正領導人阿烏特金亦都有現身到喺白俄羅斯裏面嘅新瓦格納軍營，就對外宣稱咧要進行一個大嘅項目嘅，連同埋之前普利戈津咧亦都宣布到瓦格納要去到波蘭嗰邊行一行、走一走。嗱，呢啲看似笑話嘅表達方式咧，都令人有無限嘅遐想。不過對於立陶宛裏面嗰啲有錢人嚟講咧，以上面嗰啲說話，其實已經足以令到佢作出大逃亡嘅呢個行動噶啦。所以即使話瓦格納去到攻打立陶宛或者係波蘭，某程度上嚟講係一個傳聞，但係已經足以令到立陶宛裏面嘅有錢人咧紛紛離開。咁好啦，如果唔相信頭先嘅傳言嘅話，咁不如試下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啊。從戰略角度上嚟講咧，如果瓦格納拿下咗立陶宛南邊嘅嗰一側，咁我哋而家咧就打開翻幅地圖睇下當中嗰個環境係點嘅先。從地圖裏面我哋可以見到幾個嘅位置嘅。首先我哋就見到圓圈嘅位置上面咧就寫住蘇瓦烏基走廊嘅，而喺佢隔籬就有一個箭嘴，上面咧就寫住加里寧格勒。咁呢塊係一塊咩土地呢？其實之前嘅節目咧都講過噶啦，呢塊土地咧就係俄羅斯嘅其中一塊隔絕咗嘅領土嚟嘅。如果從戰略上嘅角度嚟講，俄羅斯要有效咁樣去到控制住呢塊領土，當然最好嘅方法就係同佢有陸路上嘅連接啦。但係如果以而家嘅狀況嚟睇，根本就冇可能，因為咧佢係相隔住於立陶宛同波蘭之間嘅，而只不過係用到蘇瓦烏基走廊，亦即係立陶宛與波蘭之間嘅呢一條線，上面就係一條鐵路連接住白俄羅斯嘅。其實淨係靠住咁樣呢，就嚟到間接輸送物資去到呢一塊領地。所以咧就喺上年先至發生咗有立陶宛局部關閉蘇瓦烏基走廊，嚟到切斷到俄羅斯同呢一塊所謂嘅飛地咧之間嘅一啲來往運輸就曾經發生過咁嘅事件嘅。而家嚟講，機會嚟啦！大家試諗下，如果瓦格納集團將立陶宛嘅南部靠近蘇瓦烏基走廊嘅嗰一段南邊嘅立陶宛呢，嚟到攞咗落嚟，又或者將整個立陶宛打咗落嚟嘅話，咁樣會發生啲咩事啊？首先就係俄羅斯可以透過白俄羅斯呢一個鐵桿兄弟，然之後呢再攞埋立陶宛嘅南部或者整個立陶宛。咁樣就可以同到加里寧格勒呢一笪飛地連成陸路上嘅一線，從此咧就打通咗整個任督二脈啦。而且大家唔好忘記，立陶宛嘅上面咧仲有兩個波羅的海嘅國家，一個咧就係拉脫維亞，另一個咧就係愛沙尼亞。
連同埋立陶宛，其實就被稱之為三個反俄嘅波羅的海急先鋒國家嚟嘅。所以喺咁樣嘅時間，如果將立陶宛嘅南部拿下，甚至乎拿下整個立陶宛，咁樣啊，就會變相將另外其餘嘅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同埋愛沙尼亞隔絕於同其他西歐國家嘅連接，亦即係將佢同波蘭隔開咗。咁樣咧，亦都可以變相將其餘兩個波羅的海國家圍堵嘅。而且喺截斷咗愛沙尼亞同埋拉脫維亞等等嘅呢啲波羅的海國家之後咧，仲可以舒緩到另外一種形勢嘅發生。嗱，其實喺呢兩個國家同埋頭頂嗰個芬蘭之間，大家咧見唔見到就係夾住咗俄羅斯第二大城市，亦即係俄羅斯波羅的海嘅出海口聖彼得堡。嗱，面對住咁樣嘅情形底下咧，一旦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立陶宛阻隔於其餘歐洲國家嘅時候，其實亦都係等同於令到波羅的海三國連同芬蘭諗住對聖彼得堡作出嘅夾擊姿勢，亦都會隨之而瓦解嘅。咁現在係人都知啦，芬蘭就已經加入咗北約啦，所以形勢咧亦都係相當之嚴峻。因此從戰略上嘅角度嚟到考慮，拿下立陶宛南部或者整個立陶宛，對於俄羅斯嚟講真係有好多嘅好處嘅。更何況如果單唔計呢啲好處嘅話，在立場上，在於態度上，立陶宛都實在做得太過分啦。因此令到俄羅斯想拿下立陶宛嘅誘因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咁好啦，呢個時間我哋就嚟講下，一旦動機成立，若然有到瓦格納去到進攻立陶宛個情況，究竟會係點呢？嗱，首先我哋要知道兵變之後嘅瓦格納就俾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收留咗喺該國，去到所謂嘅避難嘅。咁但係奇怪嘅事情就發生啦。嗱，瓦格納集團喺兵變嘅嗰一刻，大概咧就4萬幾人左右嘅呢個兵力嘅，而俄羅斯就係號稱有8萬正規軍嘅部隊。呢件事亦都係得以證實嘅。咁好啦，大家試諗一下，若然撞住8萬兵力嘅俄羅斯，連阿普京都鎮唔住瓦格納，俾阿普里戈任嚟到去咁樣策反嘅話，咁就試諗下，若然你係盧卡申科，你會唔會邀請瓦格納集團入去你嘅國家呢？佢有前科噶咯。再講白俄羅斯嘅兵力從陸軍地面部隊嚟講呢，就只有8萬人左右啫。8萬幾人同到俄羅斯起碼都有80萬地面部隊嚟講簡直就可以話爭成10倍。如果連一個80萬地面部隊嘅國家，阿普京都鎮唔住呢個瓦格納嘅時候，又試問盧卡申科憑啲乜嘢可以有信心去鎮得住瓦格納呢？唔通佢唔擔心瓦格納嘅事件再次發生喺佢嘅土地上面？一定唔會啦。因此可能我哋咧都比較後知後覺啦。其實盧卡申科、普里戈任、普京以及係瓦格納同埋俄軍呢5方面嚟講可能咧只不過係喺上次瓦格納兵變嘅事件裏面咧，係做緊一台大戲俾我哋睇啫。好多瓦格納兵變嘅表現咧，其實都係表現得相當之唔正常嘅。同埋我自己亦都喺事後諗到一個基本上坊間冇人講嘅關於瓦格納兵變係假嘅其中一個論點。大家有冇發現到瓦格納兵變嘅時間就正正係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嘅禮拜六同禮拜日之間嘅啫？咁即係代表咗啲乜嘢啊？代表住本身瓦格納兵變呢場事件呢，一定會造成國際金融市場嘅大幅震盪嘅，不論係股市又好、債市又好，或者係貴金屬嘅市場都好就一定會造成劇烈嘅震盪嘅。但係好奇怪嘅就係瓦格納兵變嘅開始同埋結束嘅時間，就正正係位於我哋所謂嘅全世界都正在休市嘅時間，而且佢開始嘅時間又係國際金融市場休市嘅時間。到兵變完咗啦，迅速瓦解嘅時候，國際市場都未開翻市，所以就令我更加相信到呢台根本就係一台戲。咁但係點解瓦格納要做呢台戲呢？或者咁講，點解整個大局5方嘅人馬要夾埋做呢套戲呢？其實原因好簡單啦。今日我哋對應翻就會知道8九不離十地就係要幫瓦格納以及係同俄羅斯之間嘅關係完全脫鈎。嗱，現在嚟講咧，喺俄羅斯嘅角度嚟講，瓦格納咧就已經參與咗兵變，而且係失敗咗。咁樣對於俄羅斯嚟講
瓦格納咧已經被放逐。今後嚟講啊，瓦格納所有嘅一切行為都均與俄羅斯毫無直接關聯，俄羅斯係唔需要再負上任何嘅責任噶啦。呢一點非常之重要。情形就等同於代理人戰爭一樣。乜嘢叫代理人戰爭啊？代理人戰爭嘅意思，我哋睇翻俄烏戰事就知啦。美國以及係北約就利用到烏仔喺背後煽風點火，就嚟到同俄羅斯發生呢場衝突嘅時間，諗住咁樣咧就可以拖垮俄羅斯。呢一樣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個中嘅道理噶啦。但係代理人戰嘅意思就係你唔能夠直接好有證據地指控到整件事，整個俄烏戰事咧就係北約以及係美國喺背後操控，因為喺表面證供嚟睇冇直接嘅證據去到咁樣證明啊嘛。其實俄羅斯嘅呢一招就等同於以其人之道還治於其人之身，佢係參考咗相同嘅道理。既然北約以及係美國等等呢啲西方國家都可以利用到烏仔嚟到拖垮俄羅斯，咁樣變相嚟講啊，一個同自己毫無關係嘅僱傭兵組織瓦格納今後都唔使對佢嘅行為付出責任嘅時候，係咪先可以變相利用到已經切割關係嘅瓦格納嚟到打一場小型化嘅代理人戰呢？而今次呢一個代理人唔係一個國家，而只不過係一個組織啫，仲要係一個今後佢做啲乜嘢都同自己冇關嘅組織。大家須知道，兵變過後嘅瓦格納點解今日依然存在呢？正常嚟講，一個僱傭軍集團如果佢已經要面臨解散，或者今後已經再冇新任務嘅話，其實佢已經再冇任何存在嘅意義。咁瓦格納咧，其實亦都可以隨之解散嘅啦。但係點解今日瓦格納係受到白俄嘅邀請嚟到駐紮喺白俄，而冇作出解散呢？好明顯就係瓦格納接下來係會有新嘅作戰任務嘅。如果唔係，有邊個咁得閒會走去養住一支咁龐大嘅僱傭軍呢？而現在嚟講，非常之明顯啦，瓦格納最有可能接落嚟嘅任務就係佢要對3個對象作出軍事式嘅行動。呢3個對象分別最熱門嘅就係俄烏戰事嘅主角烏仔啦，以及就係其餘嘅2個國家。而最新鮮嘅消息就指到白俄羅斯已經為到瓦格納提供嘅3個駐紮營地，有2個咧就喺呢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嘅邊境嘅，而另外一個瓦格納駐紮嘅營地咧就係喺白俄羅斯同埋波蘭之間嘅邊境。呢笪地方就叫做格羅德諾。呢一個咧就係新嘅一個營地，用到嚟駐紮瓦格納僱傭兵噶啦。咁喺呢度咧，我就開翻一幅圖俾大家睇。呢度箭嘴指住嘅位置有粒星星嘅咧，就係新嘅瓦格納僱傭兵嘅駐紮陣地。呢度就係格羅德諾啦。咁大家見到佢嘅位置係咪相當之近波蘭以及係立陶宛邊境之間嘅蘇瓦烏基走廊呢？喺呢一度只需要瓦格納集團向前推進多10公里左右，就能夠到達到波蘭、立陶宛以及白俄羅斯之間嘅邊境，隨時都可以為到打通蘇瓦烏基走廊作出戰鬥準備嘅。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俄羅斯若然要暗地裏透過瓦格納集團嚟到喐手嘅話，個出於戰略嘅考量究竟係邊一點啦？但係同一時間，大家唔好忘記，立陶宛作為一個典型嘅袖珍小國，佢喺歷史上同樣地都係有好多交錯點，導致到佢今日成為咗呢個反俄甚至乎係反中嘅急先鋒嘅。因為咁樣嘅時間，俄佬更加要對付佢。嗱，立陶宛其實就係其中一個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嚟嘅，亦都係蘇聯嘅其中之一個部分嚟嘅。但係喺蘇聯解體嘅時候，立陶宛就立即成為咗呢個所謂嘅開路先鋒。佢呢幾乎係最早宣布脫離蘇聯獨立嘅國家嚟嘅。之所以咁樣，就係因為佢認為喺蘇治期間，立陶宛呢就非常之倒霉，所以立陶宛其實係對前蘇聯懷有一種恨意嘅。因此咧就培育咗佢今時今日咁反俄羅斯嘅行為，其實就係嚟自於點嘅。但係令人好好笑嘅就係呢個咁嘅立陶宛呢，佢只係好簡單咁認為到前蘇聯嘅主義就等同於我哋今日新中國嘅主義，所以從佢咁簡單嘅腦袋裏面咧就會認為到中國有住前蘇聯嘅影子，亦都係蘇系陣營嘅其中之一國，所以咧佢連中國都好憎嘅。類似於出於咁樣嘅
所謂嘅原因，有好多東歐嘅國家或者係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而家最反俄嗰啲呢，都係因為基於咁嘅原因啊，同一時間都係爭埋中國一份嘅。但係唔同嘅就係啊，立陶宛就係呢啲咁多個反俄得嚟又反中嘅國家裏面跳得最高嘅一個，最出位嘅一個，甚至乎啊，佢係公開宣布到俄羅斯係支持同埋實施黑人主義嘅國家。對於立陶宛出位嘅行為，我相信唔需要多講噶啦。之所以立陶宛咁出位，就係因為立陶宛覺得自己倒向西方世界嘅時候，就代表有食揾，但係佢明知道自己嘅存在價值就係成為其他西歐國家或者北約國家嘅打手，而因此存在嘅。橫掂喺佢嘅背後，立陶宛就覺得自己係北約成員國，如果俄羅斯想教訓立陶宛嘅話，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喺北約嘅條款入面，有一條叫做集體防禦嘅條款嘅。呢條集體防禦條款就係嚟自於北約第5條條款嘅。集體防禦機制顧名思義就係當有一個北約嘅國家被另一個國家作出軍事行動攻擊嘅時候，咁其餘嘅北約國家呢，就有義務地要出兵去到幫呢一個被人攻擊嘅北約國家噶啦。呢一個呢，就係集體防禦機制大概嘅意思。所以立陶宛就好有信心，俄羅斯咧係唔敢教訓佢嘅，因為俄羅斯一出手嘅話，就會啟動咗北約第5條款，亦即係集體防禦條款。而同一時間，美國之所以要召到立陶宛入到北約，其實咧就係拉幫結派，自己唔方便出面嘅時間啊，就等啲打手為自己效力咯，等別人為自己賣命，其實咧就係美國一直以嚟用開嘅招式。因此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從前嚟講，俄羅斯要出手教訓立陶宛又唔係，唔出手教訓佢又唔係。若然俄羅斯再忍嘅話，再唔出手教訓嘅話，咁樣啊，又點能夠震懾或者係俾其他國家見到你成為美國頭號打手嘅下場係點樣啊？所以呢隻棋一定要行嘅，一定要掹咗美國嘅呢個頭號打手，先至能夠達至到啊震懾其他歐洲國家諗住仿效立陶宛嘅呢一條路嘅。再講，如果而家唔做呢個行為，又等幾時呢？但係咁，你都識講啦，有北約第5條款、集體防禦條款喺裏面，俄羅斯點出手啊？到時世界大戰都有招，北約對俄羅斯。大家留唔留意到啊？事情並唔係咁樣。而家我哋需知道，諗住打呢個立陶宛嘅瓦格納集團，其實已經同俄羅斯一啲關係都冇啦。就算點樣掛起罪上嚟啊，當瓦格納真係去到攻打立陶宛，咁啊關俄羅斯咩事呢？俄羅斯已經定性佢為啊一個想反你自己政府嘅組織，表面證據上嚟睇，同俄羅斯一啲關係都冇。瓦格納集團佢所做嘅行為呢，係要佢自己個人負責噶。再加上瓦格納集團只不過係一間僱傭兵公司，佢並唔係一個國家。頭先我哋講到集體防禦條款嘅意思就係某一個北約國家如果俾另一個國家攻擊嘅時候，其餘嘅北約國家先至有義務要解圍啊嘛。但係打你嘅就並非係一個國家，而只不過係一個被北約稱之為黑人組織嘅組織。咁樣其實唔算啟動咗集體防禦系統裏面嘅條款噶，因為法律嚟講呢，一字一句都皆不能改動噶嘛。嗱，因此聽到嚟呢個時間，係咪更加覺得有好多嘢呢都好似係俄羅斯一早部署定呢？瓦格納嘅兵變真係有好多唔尋常嘅元素嘅，所以我哋先至咧喺開頭話齋，你唔怪得咧立陶宛嗰啲有錢人紛紛逃出立陶宛嘅。當然啦，佢唔係用我嘅分析嚟到去分析得出瓦格納好有可能對立陶宛喐手，而係啊佢哋自己心虛，佢哋明知道立陶宛對俄羅斯人造成嘅傷害實在太大啦。所以如果今日講到佢會俾人喐嘅話咧，立陶宛嘅呢啲有錢人絕對認為係有咁嘅可能嘅。咁好啦，點解會要揀立陶宛呢？俄羅斯唔揀隔離嘅波蘭？波蘭同樣地啊，都係接壤住蘇瓦烏基走廊嘅喎。其實原因好簡單啦，就係因為波蘭嘅軍力遠強於佢隔離嘅鄰國立陶宛所致嘅。咁我哋嚟睇下，即使瓦格納集團身為一個僱傭兵組織，其實佢點樣有住對住立陶宛軍隊壓倒性嘅優勢先啦。根據最近期嘅數據顯示，立陶宛嘅軍隊咧就總共有21,000左右嘅軍人嘅，咁就被編為空軍、陸軍同埋海軍，
特戰部隊同埋呢個後勤保障部隊，以及係軍事教育訓練機構，就由依2.1萬人組成噶啦。咁除咗國家軍事機關人員之外，其中陸軍呢就有8000人，空軍呢就有1000人，海軍呢就有600人左右。另外呢仲有6000個後備役人員嘅。而可以話俾大家聽，真真正正能夠上戰場作出作戰嘅陸軍部隊呢，就唔係完全嗰8000人啦。因為頭先講到立陶宛嘅陸軍呢就有8000人噶嘛，其實仲要減埋其餘唔係上前線嘅嗰啲部隊。咁樣計立陶宛真真正正能夠派得上場嘅陸軍地面部隊人數呢，其實係唔超過5000人嘅。咁人數少啫，會唔會裝備精良啊？同樣地立陶宛除咗人數少之外呢，其實佢嘅裝備亦都係相當之貧乏嘅。立陶宛方面，佢嘅陸軍呢連坦克車都冇，只有一啲裝甲車輛嘅啫。而立陶宛嘅空軍計，基本上嚟講呢，可以話到係一架戰鬥機都冇嘅。同樣地海軍方面亦都係走唔甩。立陶宛嘅海軍呢，亦都係非常之寒酸，連稱之為一艘正正經經嘅戰艦，一艘咁樣嘅軍艦呢，佢都係冇嘅。可能立陶宛明知道自己有咁嘅劣勢，而且喺佢咁渣嘅情形底下，仲要不斷挑釁俄羅斯以及係中國兩個國家，可能咧佢自己都缺乏安全感，所以就喺今年嘅3月，立陶宛三軍司令魯普希斯咧先至宣布到立陶宛咧就會嚟緊構建到一個坦克車部隊。呢個坦克車部隊咧就係要買入54架新型嘅主戰坦克嚟到填補呢個大漏洞。咁咧就可以結束自1990年以嚟，亦即係立陶宛獨立以嚟冇主戰坦克嘅尷尬局面，從此咧就一去不返啦。不過呢啲坦克咧好明顯就未到貨，因為3月份先至宣布要買呢啲坦克啫嘛，又點會咁快到貨呢？起碼都要等2-3年啦。所以咁樣嘅立陶宛面對住有4萬之眾嘅瓦格納部隊，再加上瓦格納集團軍裏面嘅人，個個都係身經百戰，尤其係喺經歷完巴克穆特呢一啲地獄般嘅戰場嘅時間仲可以生存到今日，就係最好對呢個軍團剩落嚟嘅部隊最好嘅證明。一個喺人數同埋作戰經驗遠高於立陶宛軍隊嘅瓦格納集團嚟講對於立陶宛其實就係一場噩夢。呢一點呢，就係立陶宛心知肚明嘅。咁樣如果單對單計，瓦格納集團呢肯定贏硬立陶宛軍嘅，連烏仔軍都打唔過嘅時間又更何況係呢個人數部隊咁少嘅立陶宛軍啦。雖然北約方面就喺今年嘅6月份對上嗰個月先至宣布到，就會由德國呢去到提出會駐4000名嘅部隊成員呢，就會喺立陶宛嗰度作出永久部署嘅。其實即使係咁同樣都唔係瓦格納嘅對手嚟噶。仲有最關鍵嘅就係條數點樣計都係對立陶宛係蝕底嘅。原因就係如果北約真係唔會眼白白睇住立陶宛被打，都出動到相當於集體防禦嘅機制啦。咁冇錯，如果由整個北約嘅加入，咁瓦格納集團梗係唔夠嚟啦。因為無論喺裝備嘅性能以及係裝備嘅種類，北約咧係擁有到整套全面由空軍、陸地嘅地面部隊到情報支援，都係遠強於瓦格納嘅。而且北約仲可以源源不斷咁增兵。咁對於4萬人嘅瓦格納集團嚟講咧，即使經驗再強，戰鬥質素幾好都好都係敵唔過北約嘅。你估普里戈又唔知呢點咩？佢一定知。但係咁有一個消息我哋一定要知道嘅，呢個消息就係其實喺兵變當日咧，瓦格納集團軍係去過一個俄羅斯收藏住戰術核武器嘅地方。咦，咁樣嘅時間好多嘢咧講得通噶啦。因為普里戈又唔係傻嘅，佢明知如果真係北約介入，而喺明知道瓦格納集團軍並唔係整個北約集團嘅對手嘅時間，咁樣普里戈任嘅手上面一定係揸住一啲好重要嘅武器，係用嚟震懾北約，係會令到北約好忌諱嘅嘢，忌諱到唔係好夠膽出手。咁唯一揸住呢一啲能夠令到北約忌諱嘅嘢，好明顯就係戰術核武器。嗱，當陣時係咁嘅，瓦格納兵變嘅時候呢，其實有一支5000人嘅先鋒部隊喺逼近到莫斯科嘅時候呢，咁呢5000人嘅先鋒部隊裏面呢，又有一支分隊就離開咗大部隊嘅，
佢就去咗俄羅斯嘅沃羅涅什45核基地嗰度嘅。咁沃羅涅什45基地其實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到嘅俄羅斯存放住戰術核武器嘅地方。嗱，戰術核武器咧就同我哋所認知到嘅另一種最主流係用嚟喺國家與國家之間毀滅對手嘅戰略核武器，其實咧係兩樣嘢嚟嘅。戰略核武器就係我哋所認知到嘅嗰啲核導彈啊、彈道導彈啊。咁通常嚟講咧，呢啲可以射程咁遠，威力係起碼有幾十萬至到幾百萬，甚至乎上千萬黃色爆品當量嘅呢一啲咧，就稱之為戰略核武器。而戰術核武器咧就有別於前者。戰術核武器其實咧，大家就可以等同理解為係小型嘅核架撐。呢啲小型嘅核架撐咧，一般都係喺10萬噸黃色爆品以下嘅威力嘅，就稱之為戰術嘅核架撐。咁戰術嘅核架撐最低當量嗰啲咧，甚至乎係低到可以大概接近20多噸嘅黃色爆品都有嘅。佢哋分別咧就可以係以炮彈嘅形式發射、巡航導彈嘅方式發射，裝喺一啲普通嘅飛彈上面，或者係核地雷啊、核彈頭嘅迫擊炮、榴彈炮啊，甚至乎嗰啲小型背包。總之形形色色唔同嘅呢一啲小型嘅核架撐，被稱之為核戰術武器嘅呢一啲咧，喺前蘇聯嚟講係研製咗非常之大量唔同種類嘅呢一啲武器嘅。嗱，雖然有人就話到當日瓦格納去到呢個沃羅涅什45核基地咧，就係一個傳聞嚟嘅啫，並且可能有去，但係冇攞到當中嘅戰術核武器。嗱，我哋冇人知道嘅真相係點啊？但係如果對應埋頭先以上我哋講嘅分析，真真正正到瓦格納揮兵呢個立陶宛嘅時間，如果佢真係夠膽咁樣出手嘅話咧，咁好肯定瓦格納一定係有一樣嘢會令到北約軍非常之忌諱，而忌諱到唔敢出手嘅。所以唯一可以令到北約軍忌諱嘅就係當天所得到嘅呢啲戰術性核武器，由俄羅斯嗰邊得到嘅。咁當然好有可能係夾埋㗎囉，因為呢套都話到明啦，兵變只係一套戲。咁好啦，當然呢一個講法咧係比較陰謀論啲嘅，但係有一樣嘢已經係既成事實，並唔係陰謀論啦。呢個就係喺瓦格納兵變之前，俄羅斯就已經同白俄羅斯簽訂咗關於俄白之間兩國嘅核武器共享協議。就喺6月29號嘅時候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正式簽署咗關於白俄同俄羅斯聯邦喺軍事領域共享保障地區嘅安全條約嘅修正案，正式簽署咗。呢個條約修正案嘅核心內容就係白俄羅斯能夠分享到俄羅斯嘅核武，咁樣足以去到證明咗俄烏戰事所導致到嘅其中一個肯定嘅結果就係俄羅斯其實已經等同變相放棄咗核不擴散條約㗎啦。咁樣亦即係賦予到白俄羅斯擁有震懾到整個歐洲、整個北約嘅能力。嗱，雖然話就話呢啲部署喺白俄嘅核武器就係要經過俄羅斯授權發射，就由俄羅斯嗰邊決定先至能夠使用嘅。但係好明顯咁樣嘅舉動就係為免咗北約對白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因為好簡單，白俄冇理由走去主動入侵其餘北約嘅成員國噶嘛，佢嘅部隊都唔係多，咁呢啲核武咧好明顯就係攞嚟防守之用嘅。咁唯一可以令到北約會對白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其實就係同瓦格納有關，因為瓦格納現在係駐紮喺呢個白俄羅斯所提供嘅基地噶嘛，而且仲有一個頭先講過啦，係近住波蘭邊境，近住呢個波蘭與立陶宛之間嘅蘇亞烏基走廊嘅。咁我哋就要夾埋種種嘅證據，點解白俄所提供到嘅基地唔係喺俄羅斯嘅腹地，要咁近波蘭同立陶宛之間呢？我諗唔使太多講啦，大家都明白嗰個意思嘅。當然，就算唔好話係用嚟打波蘭或者係立陶宛咁計，起碼都要做到扛住呢兩個國家啦。因為而家我哋能夠數得出最配合美國、最積極喺度拱火、最反俄嘅國家，歐洲嚟講呢，做到出晒樣、出晒位嘅呢，只有3個。依分別頭3個國家就係英國、波蘭同埋立陶宛，而且有傳聞亦都講到
進入到去白俄羅斯嘅瓦格納部隊，係會有份協助白俄羅斯軍隊去保護呢一啲由俄羅斯交到俾白俄嘅核架撐嘅。其實綜合咁睇，亦即係等同於瓦格納係獲得到核武器保護，係符合到呢個條件嘅，所以瓦格納先至夠膽嚟到喺未來計劃到進攻立陶宛呢啲國家，夠膽作出最壞嘅打算嚟到硬困呢個北約。如果瓦格納冇喺俄羅斯嘅庇蔭底下對上咗北約，其實只有黃泉路一條嘅啫。一旦瓦格納攻擊立陶宛，當北約僱傭軍實行到集體防禦嚟到打擊瓦格納，仲要夠膽進入埋白俄羅斯嘅話呢，咁呢個時候白俄羅斯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發射戰術性核武器嚟到保護自己。所以對於瓦格納嚟講呢，其實佢係一個大靠山喺佢後面嘅。萬一進攻立陶宛失敗，大不了咪退翻去白俄羅斯咯。因為北約點都唔夠膽打白俄嘅，而家白俄有核架撐噶嘛，所以啲嘢有冇咁巧啊？點解喺瓦格納兵變之前，俄羅斯同白俄羅斯會簽訂到呢啲核武部署喺白俄嘅條約呢？如果從單方面睇，當然唔知道點解啦。但係如果將啲砌圖拼埋一齊睇嘅話，其實就不難睇得出整個大畫面係發生緊啲咩事。其實同樣道理，美國都係做緊嘅。美國唔係一樣將100枚戰術核武器部署喺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荷蘭、土耳其呢5個國家裏面嘅6個空軍基地。若然係頭先我哋講到嘅版本2個都發生嘅話，亦即係唔單止白俄有核武，連瓦格納自己都掌握一定嘅小型戰術核武器嘅時候呢，咁就更加對瓦格納挑戰去到拿下立陶宛或者立陶宛嘅南部嘅話呢，就有一個大靠山啦。所以喺有核武器照住嘅情形底下，佢起碼可以迫使到北約作出一定程度嘅讓步，呢一點咧係毋庸置疑嘅。咁我哋聽咗咁多關於俄羅斯暗啞底使用到瓦格納集團呢一支已經同佢完全撇清關係嘅部隊，有機會會打立陶宛嘅時間啊。其實仲有一點我哋都未講，點解要喺揀呢個時間嚟到出手呢？當佢真係出手啊，點解要揀呢個時間啊？原因就係其實而家嘅立陶宛自己都相當之唔掂，除咗軍事實力極薄弱之外呢，其實現在嘅立陶宛仲因為反中反俄，反到佢自己都面臨破產邊緣。呢個時間出手就係立陶宛最軟弱嘅時候。立陶宛呢一刻係最缺錢打仗嘅。由於立陶宛不斷跟隨美國支持台灣自立，其實基本上嚟講咧，佢已經受到應有嘅教訓啦。現在嘅立陶宛政府已經瀕臨破產邊緣。呢個豆潤咁大嘅國家，人口咧只得280萬，國土面積就係6.5萬平方公里，大概就有2個台省咁大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啦，佢又冇坦克、冇戰機、冇戰艦，完全根本就冇呢個實力同一時間挑戰中國同俄羅斯嘅。但係身為美國打手，佢條命生成就係咁噶啦，鬼叫佢自己揀啊！但係令人估唔到嘅就係，因為反俄反中，反到我哋中國已經撤出晒全部嘅經濟貿易，去到同立陶宛交往嘅時候，又將中歐班列嘅列車路軌就喺立陶宛全部拆晒，繞行立陶宛嘅時間無疑就係為到立陶宛本身已經糟糕嘅經濟更加踩多一腳。而家立陶宛嘅負債大概就係高達470億美元嘅國際債務，呢條數恐怕再咁計落去，就好似嗰啲爭人好大隻耳窿嘅嗰啲咁嘅情況一樣連息都還唔起。因為立陶宛其實所爭到嘅呢啲470億美元嘅國際債務上面好多咧都已經係拖咗好耐，已經冇辦法支付噶啦。莫講話還本金連還利息都還唔起。咁立陶宛諗住自己都係因為西方世界或者係美國而犧牲嘅啫。啲經濟搞成咁，佢都係諗住靠住西方，從此就可以食安樂茶飯，從此點樣反中反俄都冇事，唔需要俄羅斯或者中國嘅經濟加入。但係而家情況唔一樣，佢賴咗嘢啦。因此立陶宛就正式問到佢啲大哥去到求助佢哋，諗住可以喺經濟上獲得救兵啦。但係點但係結果就係呢啲美國同埋歐洲嘅國家都仿如同呢個立陶宛講聲，你入得北約
其實早就應該做定犧牲嘅準備啦。如果唔係啊，當初點解又批准你加入啊？就仿如咁講喎。點解仿如咁講啊？因為立陶宛首先向歐盟求助，諗住問歐盟嗰度度翻啲水，去到救一救自己嘅經濟，還一還嗰啲國際債務嘅時間啊。歐盟就偏偏喺呢個時間拒絕咗立陶宛嘅請求。其實唔係話歐盟唔想幫佢，而只不過係歐盟自身都唔掂。由於俄烏衝突嘅關係，好多歐洲國家咧經濟已經非常之唔掂啦。仲有喺制裁埋俄羅斯嘅時候，盲目跟隨美國嘅，其實變相歐洲好多國家咧就等於自己制裁自己。嚴重嘅通脹同埋經濟蕭條，歐洲自己咧已經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啦。而且大家需知道，好多歐洲國家亦都要預留一筆資金去到援助烏克蘭噶嘛。因此，立陶宛被歐盟無情嘅漠視，甚至乎係完全無視，其實咧亦都係喺意料之中嘅。咁好啦，當立陶宛知道歐盟唔會幫佢，心灰意冷啦。呢個二大哥唔幫佢嘅時候咧，就一於揾阿大哥出嚟幫手啦。立陶宛轉個頭，就立即係向到美國提出援助嘅請求，希望美國借啲錢俾佢渡過難關。但係其實相比歐洲嚟講，美國係仲現實㗎。如果話到歐洲都係咁以揾啲藉口拒絕呢個立陶宛嘅話呢，咁美國嘅拒絕呢就嚟得更加直接啦。美國呢直頭係一口去到拒絕，唔得，我哋係唔會援助嘅，連解釋都冇啊，陰公。咁又係嘅，雖然美國情形呢就好過歐洲，但係嚟緊呢就係美國總統大選年啦，而且經濟嚴重蕭條，通脹非常之嚴重嘅美國，佢同樣地同歐洲一樣，都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嘅，又點可能會自己私人揞錢、自我犧牲嚟到幫你立陶宛啊？根本就冇可能嘅。結果先至惹到嚟今時今日，立陶宛國家政府已經面臨住國家破產嘅困境。其實立陶宛已經多次放風強調，佢有機會隨時隨地宣布破產㗎啦。咁大家試諗一下，喺呢個時間出手係咪啱晒呢？立陶宛根本冇錢嘅，負債累累，佢點打得起仗啊？如果瓦格納喺呢個時間出手，佢點樣計都贏㗎。就算佢真係唔夠北約，再加上呢個立陶宛軍咁龐大嘅陣容去打，其實只要戰場發生喺立陶宛，佢都已經叫贏咗㗎啦。點解戰場發生喺立陶宛就等於贏啊？你睇下而家嘅烏仔退換拜亞，一片蕭條。只要呢場仗係喺立陶宛境內打，其實就係等同摧毀立陶宛自己本身。咁樣大家試諗一下，係咪當中有咁嘅道理？立陶宛其實係等同於受到相應嘅教訓呢？所以從立陶宛嘅故事，我哋就睇到，當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美西方世界當然會用到你盡啦。但係如果你有求於佢嘅話，佢係一定唔會幫你嘅。跟住美國走，就有一日預咗係會成為美國其中之一粒嘅自我搞掂式無人裝置，亦即係等自爆啊！而家立陶宛咪即係等同自爆咯。想當初諗住即刻脫離前蘇聯，就融入到去西方世界，從此就有好日子過，會唔會咁簡單啊？至於立陶宛，又真係會唔會好似傳聞話齋8月15號或者差唔多嘅日子嚟到俾瓦格納進攻呢？一切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不過而家最新消息就知道，有一啲部分瓦格納集團嘅部隊呢，就嚟滲透咗呢個蘇亞烏基走廊噶啦，人數大概係100-200人，亦都有指導有瓦格納集團軍就已經滲透咗去波蘭嘅邊境。咁當然啦，呢個邊境呢，亦都係頭先我哋提及到嘅蘇亞烏基走廊，位於立陶宛與波蘭之間嘅邊境嘅。所以一切嘅動作，我哋嚟緊就拭目以待。一有嗰啲咩新嘅消息呢，就會為大家第一時間作出分析同埋報導嘅。跟住落嚟，我哋就講下喺10日前，我哋香港嘅廣華醫院就發生咗一單母親遺下兒子嘅事件。而案件當中嘅呢一對母子呢，就係雙都係來自於內地嘅。咁個兒子呢，就12歲，姓名就叫做陳雲瑜，儒家思想個儒啊。佢嘅身份就係一名雙非嘅細蚊嚟嘅。咁大家都明白乜嘢叫做雙非噶啦。現時我哋香港嘅政策就一早堵塞咗呢一個雙非嘅漏洞噶啦。咁如果未堵塞呢個漏洞之前呢，按照法例嚟講，佢哋係確實係擁有我哋香港嘅居留權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就唔係要討論呢個雙非嘅細蚊佢嘅身份來源嘅問題，而係今次呢，佢母親遺下於佢喺呢個廣華醫院嘅急症室嗰度，原來係出自一個錯誤嘅思想嘅。
咁相信遺下呢個細蚊嘅母親呢，佢喺我哋香港係冇乜親戚啊，冇乜朋友啊，因為佢誤信到呢，咁樣遺下佢嘅兒子，佢嘅兒子喺香港就會得到更好嘅教育或者係更好嘅生活。咁當佢遺下咗佢兒子喺廣華醫院嘅急症室嘅時候，當呢件事件爆咗出嚟，咁就有人呢去詢問佢兒子，先至知道佢母親呢帶完佢去廣華醫院嘅急症室睇病就走咗啦。咁其後呢，就有關當局啊聯絡翻佢啦，就話你要過嚟接翻個仔啊，你咁樣抌低個仔喺香港，佢係一個未夠稱嘅細蚊嚟噶，咁樣嘅話呢，係非常之唔啱嘅做法嚟噶。咁嗰個母親呢，亦都後來喺今個月嘅29號，即係星期六嘅當日，就再次嚟到我哋香港，諗住接翻個細蚊走嘅。但係當其時透過高鐵入境嘅時候，就立即俾我哋拘捕咗啦。咁呢件事件裡面反映咗一啲乜嘢問題呢？當然呢一位母親佢嘅無知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但係我哋細心咁樣諗，雖然被遺下嘅細蚊佢係一個雙非嘅細蚊，但係佢之所以有呢一個身份呢，就並唔係佢自己可以選擇嘅。雖然可能社會上面有好多人會對雙非嘅細蚊會戴有一啲有色嘅眼鏡，咁但係佢哋嚟到呢個世界，佢哋係冇罪噶嘛。但係因為過往歷史留下嘅問題，雙非嘅細蚊呢一個群組喺我哋香港嚟講呢，係一個唔少嘅數字嚟㗎。咁有一啲嘅雙非細蚊，佢哋會比較好彩少少，就好似我哋平時1至5，我哋喺羅湖或者係福田口岸過關都會見到一啲雙非嘅細蚊就嚟到我哋香港去到返學。咁佢哋係擁有我哋香港身份證，擁有香港居留權，但係佢哋係住喺深圳。原因係因為佢哋嘅屋企呢，就喺以前利用咗雙非呢一個政策嘅漏洞。咁所以啲雙非嘅細蚊先至會有我哋香港嘅居留權嘅。咁所以呢一班嘅細蚊呢，佢哋係需要過關嚟到香港去到返學。咁點解話佢哋係比較幸運嘅一群呢？因為深圳同我哋香港係一河之隔，我哋香港有好多嘅資訊消息，佢哋都可以收得到。而且佢哋本身呢，喺內地居住嘅家庭係非常之靠近我哋香港，只要過個關口就可以嚟得到我哋香港噶啦。但係透過今次嘅事件可以警醒到我哋，可能仲有為數不少嘅雙非細蚊，佢哋唔係居住於喺深圳或者廣東省嘅，就好似呢件事件裡面嘅陳姓細蚊咁樣，遺下佢嘅母親都係姓陳，帶佢個仔嚟香港嘅時候係持呢個往來港澳通行證，即係俗稱嘅雙程證嘅，而且我哋香港係冇任何嘅居所嘅，即係冇家庭喺香港。咁佢住喺邊呢？哇！佢住嘅地方啊真係遠啦，住到喺江西。咁江西係一個咩地方呢？江西就係我哋廣東省嘅東北面，毗鄰福建省同埋湖南省之間嘅一個省份嚟嘅。咁大家話佢個細蚊可唔可以好似深圳嘅雙非細蚊咁樣，每日過關嚟到香港返學啊？係唔可以嘅，所以就會發生咗今次咁烏龍、咁悲劇嘅事件出現啦。因為佢媽媽諗住帶佢嚟香港讀書，但係對我哋香港嘅嘢呢係唔清唔楚嘅。咁呢一類嘅雙非細蚊呢，就好需要我哋香港有社區服務可以支援到佢啦。而家我哋香港相信都有唔少嘅社福機構，就會為到呢一類雙非嘅細蚊或者一啲新移民嘅家庭去到提供服務嘅，就好似好出名嘅新家園啊之類咁樣啦。但係好明顯呢，呢一班雙非細蚊嘅家長，佢哋喺香港生完個細蚊之後，當佢哋嘅細蚊攞到香港身份，而佢哋係唔懂得點樣讓到佢哋嘅細蚊可以喺香港呢度正常咁樣享有一個正常香港公民應該領取到嘅福利嘅，就例如係讀書咁樣。所以有見及此呢，其實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下，為呢一類嘅雙非細蚊去到增設一啲特別嘅教育服務。講緊呢個特別教育服務唔係話嗰啲特別學校嗰類啊，而喺照顧佢哋生活上面，比普通學校較為特別嘅學校服務，即係例如係寄宿學校啊。咁可以等到佢哋呢，就算唔係住喺深圳嗰啲，嚟到我哋香港讀書，都可以頭上有片瓦，腳下有塊磚，有個好好嘅地方去到俾佢哋居住。我哋香港成日有啲人呢，就話我哋呢人才就走晒啊，又話個社會呢就老化啊，又冇希望啊。嗱，雖然呢啲雙非嘅細蚊佢哋本身嘅家庭唔係來自於我哋香港，但係既然佢哋擁有得我哋香港嘅居留權，擁有得我哋香港嘅身份證，在於人道上，我哋係唔會取消佢呢個身份嘅。並且大家諗下，如果呢一班雙非嘅細蚊，如果佢哋真係喺我哋香港接受教育，將來學有所成，好大機會佢哋肯留港服務、留港發展，咁咪即係變相我哋香港多咗一班人才咯。呢件事件發生咗之後呢，亦都有網民嘅觀點係好得意嘅，佢哋嘅着眼位呢，就唔係擺喺個母親遺下個細蚊呢一度，而係擺喺呢個母親為咗個兒子得到更好嘅教育而將佢留喺香港。咁我哋大家見到呢幾年以嚟呢，畢業嘅學生
個素質都會有下降噶嘛。咁就係一個好令人好匪夷所思嘅諗法。而家我哋香港好多人都話翻上內地讀書啊，點解仲會有人係想將佢哋嘅子女擺喺香港讀書呢？而且12歲嘅嗰個年紀，當然唔係話尋求大學嘅階段啦，因為尋求大學嘅階段我哋都可以理解，因為我哋香港嘅大學呢，喺世界上面都有翻咁上下排名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有一個忽發嘅奇想，我哋香港嘅教育體系可唔可以好似我哋香港嘅醫療體系同埋內地嘅醫療體系咁樣，作出一啲互相融合嘅試驗呢？就好似大家現時見到我哋醫衛局嘅局長盧寵茂盧醫生咁樣，咁啊盧醫生未做局長之前呢，就服務於香港大學嘅醫學院，但係就唔喺我哋香港呢度嘅喎，係喺深圳嗰度嘅喎。咁呢一個醫學院嘅試驗就係將我哋香港嘅系統搬到上去內地嗰度營運。咁內地嘅教育系統又可唔可以好似呢一個醫療系統咁樣落到嚟我哋香港，去到營運一啲內地教育系統嘅學校啊？即係例如話喺嗰啲內地模式嘅學校裏面，嗰啲學生呢可以學到內地嘅課程。咁當佢哋去到考試啊，或者考大學啊，可以用到內地嘅計法，或者考內地嘅公開試。咁當然呢度會有人話，唉，咁係咪盞失去競爭力？因為本身我哋香港嘅學生只要係香港特區上到去內地嘅大學嗰度啊，我哋嘅取錄分都係高啲嘅，仲有啲特別嘅名額係留俾我哋港澳學生㗎。嗱，如果計入學嘅話就可能係，但係如果按照學術方面去諗嘅話呢，對於一啲家長嚟講，有啲家長呢係對我哋香港嘅教育系統係好失望㗎嘛。尤其呢幾年出咗咁多呢不良嘅學生，咁入到一啲內地模式嘅學校，起碼喺對我哋中國人呢一個身份認同上面呢，就一定唔會出問題嘅，而且仲可以俾到啊好多家長多一個選擇，仲可以加速埋我哋大灣區嘅融合發展。咁我哋教育局真係可以考慮下呢一種模式啊！既然內地可以接受被我哋香港去到融合，點解我哋唔可以接受到內地嘅模式落嚟融合我哋香港呢？咁好啦，喺節目結束之前，我會喺呢度詳細介紹到我哋嚟緊10月出發嘅新潮文東北之旅嘅。今次新潮文東北之旅嘅出發日期就係位於10月嘅20號至到11月1號，就嚟到玩盡13日嘅。由於今次嘅東北之旅係由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今次嘅東北之旅所涵蓋到嘅範圍並唔係一般出面嘅旅行社所揾得到嘅。喺呢度咧就容許我花少少時間嚟到同大家介紹一下當中豐富嘅行程嘅。首先呢個旅程由於係我親自設計嘅關係，因此咧今次嘅東北之旅係比較着重於人文以及係文化同埋風景為主嘅。首先第一日我哋就會由香港直航去到大連，第一站就先會去到大連嘅海昌東方水城，呢一個充滿住俄式風格嘅一個建築群嘅。由於我哋喺晚上落機，所以咧我就特登安排咗一落機第一時間咧就能夠去到呢個充滿俄式風格嘅地方參觀或者影低佢嘅夜景咧就啱晒啦。當然亦都有人話貫穿呢個城嘅一條河相當之有威尼斯嘅風格，咁就見仁見智啦。總之嗰度嘅景色咧，夜晚睇就啱晒啦。之後咧，我哋喺熱完身之後，第二日就要準備正式開展我哋嘅旅程，就先會去到位於中國同朝鮮邊境嘅城市丹東，嚟到睇下喺當年抗美援朝期間被炸毀嘅鴨綠江大橋。喺嗰度，我就會事先預備定一張特登曬出嚟嘅相，呢張係一張黑白照嚟嘅，上面就記錄住當年美軍軍機嘅炸彈去到炸毀鴨綠江大橋嘅嗰一幕，我就會將呢張曬咗出嚟嘅相呢，就喺鴨綠江大橋嗰度手持住，然之後影低佢嘅。咁喺參觀完鴨綠江大橋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一艘軍艦，呢一艘呢，就係由到解放軍已經退役咗落嚟嘅丹東艦，我哋呢，係可以登上呢架船作出參觀。而當中咧，我亦都會親自介紹到艦上面嘅設備以及係相關嘅性能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丹東市嘅安東老街嚟到體驗當地嘅民族小市街嘅。去到呢度，大家要留意，我哋全程所入住嘅咧都係5星級標準嘅酒店嚟嘅。之後第3日，我哋咧就會去到另外一個重頭戲，就係丹東裏面嘅抗美援朝紀念館。喺呢一度咧，係全面反映咗當陣時我哋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期間嘅嗰一段艱辛嘅歷史，以及係點樣利用到相應嘅戰術嚟到戰勝到
喺擁有絕對優勢武器裝備情形底下嘅美軍。喺呢一度呢，我哋係可以完全回顧翻當年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要準備一段比較長嘅車程，因為呢，我哋將會進入到好出名嘅長白山，開始嚟到去進入長白山景區啦。喺經歷完呢一段比較長嘅車程之後呢，我哋就特意安排到喺當晚就入住到長白山景區當地嘅溫泉酒店，嚟到感受一下長白山附近非常之出名嘅溫泉究竟係點嘅樣，上邊咧鬆一鬆個人，嚟到緩解一下呢一程比較長嘅車程。然之後去到第4日，我哋咧就會登上中國東北嘅第一高峰，亦即係長白山上面嘅山峰，嚟到去遠眺到好出名嘅長白山天池。喺呢度咧，我就特登揀咗從長白山嘅北邊，亦即係北坡嗰度上嘅，原因就係上北坡咧係最容易嘅。基本上嚟講咧，就有園區裏面嘅環保車直達，就可以上到坡頂嗰度盡覽呢個長白山天池嘅風景噶啦。然之後喺睇完天池，亦都可以上邊遊覽一下長白山景區入面嘅長白瀑布、小天池、綠淵潭景區以及係聚龍溫泉群嘅。之後我哋就落翻山睇一睇附近嘅一條純嘅朝鮮族居住村，嚟到體驗下當地朝鮮族居民嘅生活，亦都可以上邊參與一下當地整一啲傳統嘅朝鮮族食物嘅流程究竟係點嘅樣。而同樣地呢一晚呢，亦都會係入住到相同嘅溫泉酒店，因為話晒都上過長白山，梗係要浸翻個溫泉輕鬆一下啦。去到第5日，我哋咧就會出發到去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裏面嘅延吉市。喺途中咧，我哋就會經過一個叫做大關東文化園嘅地方。由於長白山除咗喺歷史上嚟講遍佈住朝鮮族以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我哋相當之熟悉嘅民族喺嗰度居住嘅。呢個民族咧就係滿族啦。而呢個大關東文化園喺1200年前咧，曾經係渤海國州府嘅所在地，亦都係滿族祖先嘅發源之地嚟嘅。喺呢度參觀到滿族嘅大院，了解一下滿族嘅民族文化，仲可以喺嗰度親手參與到挖人參嚟到去攞翻屋企都得㗎。然後當我哋抵達到延吉市嘅時候呢，就可以嚟到呢個延邊嘅博物館。正所謂要了解一笪地方，最好嘅方法呢，就係到當地嘅博物館，就可以親身了解一下當地最真實嘅一面嘅。及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中國朝鮮民族園，去嗰度聽一聽關於朝鮮族文化嘅故事，亦都可以上邊有興趣嘅朋友呢，嚟到着一着傳統嘅朝鮮服裝，嚟到打卡影下相都得㗎。去完比較古老嘅村落，當然就要出翻去一啲現代啲嘅地方啦。我哋呢亦都會參觀到位於邊境嘅延邊大學，當中呢有一個全國現在呢都非常之聞名嘅網紅場。其實呢一度呢係延邊大學嘅校園範圍嚟㗎，從個樣睇上嚟呢，真係估都估唔到。到時呢一定可以影翻一張靚相嘅。之後去到第6日嘅時間，我哋呢就會去到傳說之中位於中國、俄羅斯以及係朝鮮之間嘅一個邊界地方。呢個邊界地方呢，我曾經喺節目裏面亦都講過。現在嚟講，東北就缺少咗一個出到去日本海嘅出海口嘅。呢一個我哋眼見都望到，只有一步之遙，但係偏偏又出唔到去嘅地方呢，就係今次我哋將會去到嘅圖們江口岸當中呢，我哋呢就可以睇到俄羅斯與朝鮮之間就有一條鐵路大橋，啱啱呢就閘住咗我哋圖們江嘅出海口嘅，因此呢，比較大少少嘅船隻呢都唔能夠通過圖們江口出到去日本海嘅。喺呢度呢，我哋記得喺出發之前呢，一定要帶定一個望遠鏡，因為整個旅程包括埋呢個景點呢，亦都好有可能係可以望到對面朝鮮嘅一舉一動，嚟到解開一下呢個神秘嘅角度，望一望對面朝鮮嗰邊究竟啲人喺度做緊啲咩呢？佢哋有啲咩布防呢？帶埋望遠鏡去睇嘅話呢，相信會睇得更加清楚噶。經過咗呢一日位於中俄朝邊境嘅旅程之後呢，我哋喺第7日嘅時間就會翻去吉林省嘅首府長春，嚟到去遊覽呢一個偽滿洲國嘅皇宮博物館嘅。
熟悉歷史嘅朋友都知道，末代皇帝溥儀喺被趕出咗紫禁城之後呢，就踏上咗當陣時嘅日本，然之後喺日本皇軍嘅默許底下呢，就成為咗當陣時日本侵略東北嘅一個偽滿洲國嘅皇帝嘅。而喺呢一度，我哋就可以見得到當陣時呢，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辦公同埋生活嘅地方，亦都可以見證住當年日本武力佔領東北當中佢嘅罪惡，以及係睇得到當時溥儀呢個偽滿傀儡政權點樣賣國求榮，同埋佢扭曲嘅宮廷生活嘅。喺參觀完呢個偽滿洲皇宮博物館之後呢，我哋就去到其中一個獨家嘅景點。呢個獨家嘅景點呢，係經由新潮文特意安排，唔係人人都入得到嘅一汽紅旗文化展館。顧名思義呢度就係展出咗我哋經常喺類似閱兵式或者係國家領導人要出行嘅時候都會坐上嘅紅旗牌汽車，就會喺呢個文化展館裏面睇得一清二楚，揭開佢神秘嘅一面嘅。呢個景點平時一般人咧係入唔到嘅，係經過我哋嘅特意安排先至會能夠為到大家去到送上呢個景點嘅啫。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長春嘅地標，亦即係有長春眼之稱嘅摩天輪，嚟到感受一下現代長春嘅一面嘅。然之後咧，就嚟到第8日行程，另一個高潮咧，亦都嚟到啦。因為咧，我哋將會出發到去遼寧嘅瀋陽，喺瀋陽市咧，我哋係會逗留3日，因為實在太多嘢玩啦，所以另外一個高潮就將會掀起。一抵達瀋陽嘅時間啊，我哋咧就會嚟到參觀到全中國第2大嘅古建築，呢一個咧就係瀋陽故宮啦。瀋陽故宮當陣時咧係住咗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及係清太宗皇太極嘅一個宮殿嚟嘅。就喺滿清都仲未正式入關之前，2位清朝嘅皇帝咧就係住喺瀋陽故宮噶啦。當然，瀋陽故宮點解係排第2大嘅全國古建築呢？因為第1大嘅全國古建築，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估到，其實咧就係北京故宮。所以咧，瀋陽故宮咧係排第2嘅，佢亦都係中國關外唯一嘅一座皇家建築群。然之後喺參觀完畢以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張學良嘅少帥府。張學良作為當年有東北王之稱嘅張作霖，亦即係呢位奉系軍閥嘅領袖嘅仔，後世人呢就對佢嘅生平呢就有褒有貶。喺呢度呢，我哋就能夠親自睇下當年張學良喺東北生活嘅痕跡究竟係點嘅樣。然之後去到第9日嚟得東北，當然就唔能夠錯過睇呢個好出名嘅東北虎啦。呢個行程亦都係我格仔特意安排俾大家，就去到一個有別於動物園嘅命名為怪波東北虎園嘅園區裏面呢，就嚟到讓大家近距離接觸半野生嘅東北虎嘅。呢度嘅東北虎呢，就有別於一般動物園嘅東北虎，由於佢係半野生嘅關係，所以呢係特別精神、特別威猛嘅。夠膽嘅朋友呢，仲可以親手試下一嘗親手餵東北虎嘅滋味添。然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另一個重要嘅博物館，呢一個呢有大量珍貴文物嘅博物館呢，就係遼寧省嘅博物館啦。喺呢度呢，我哋可以睇到好多珍貴嘅文物，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嘅。其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一條非常之有特色嘅街道，呢個呢就係滿清嘅一條街，佢嘅外貌同樣都係非常之有特色，而且呢條古街呢都係以飲食為主嘅，就嚟到俾大家感受一下東北獨特嘅飲食文化。當地文化究竟點嘅樣？然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喺夜晚嘅時候，就特登安排咗大家去到參觀瀋陽市其中一個已經係一個歷史非常之悠久嘅市場，佢咧就係叫做北市場。喺近年亦都因為興翻復古嘅關係，所以咧北市場亦都經過一定程度嘅革新，結合古今嘅文化，令到佢帶出別有一番嘅風味。好啦，旅程嚟到呢度嘅時間呢，我哋要留意喺瀋陽，我哋會住喺同一間酒店，係住3日嘅，咁就唔使大家搬嚟搬去，玩得咁頻撲咁辛苦啦。仲要全程呢都係5星級嘅酒店。咁好啦，去到第10日嘅時間啦，
我哋就一於玩盡佢。參觀嘅景點呢，亦都係同日裏面最多嘅。中國東北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嚟最重要嘅工業地區，所以亦都有共和國長子之稱嘅。咁嚟到東北當然唔可以唔參觀到啊中國嘅工業博物館啦。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參觀中國人永遠的痛，亦即係呢個918事變裏面嘅歷史博物館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一個位於當地比較有特色嘅教堂。由於東北地區早喺100年前已經係大量嘅列強以及係境外勢力都候住嘅地方，所以其實中國東北咧有好多唔同遺留咗落嚟嘅列強痕跡，我哋都可以喺度見得到嘅。有西方式嘅建築，有俄羅斯式嘅建築，亦都有日本風格嘅建築。當然東北鄰近朝鮮，再加上埋有我哋自己屬於中國東北嘅特別文化，因此我哋全個旅程所睇見嘅建築物呢，係形形色色、各種風格唔同嘅都有嘅。呢個教堂呢，就係其中之一個啦。當然去完呢一啲比較西式嘅建築之後呢，我哋當然要睇翻屬於我哋中國嘅建築啦。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陵公園。北陵公園係咩地方嚟嘅呢？呢個就係清太宗皇太極以及係佢嘅皇后嘅一個陵墓嚟嘅，亦都係清初關外三陵入面規模最大、氣勢最宏偉嘅一個，現時係全國重點文明嘅保護單位嚟噶。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瀋陽嘅博物館。嗱，瀋陽博物館呢，亦都係記載住好多關於滿族以及係清朝時期好多文物以及係古蹟噶，例如係滿清八旗嘅盔甲以及係記載住當陣時後金以及係清代時期由努爾哈赤所定都嘅盛京城嘅一啲畫像以及係生活情況咧，都會喺呢個瀋陽博物館裏面睇得一清二楚噶。然之後去到第11日，我哋咧就會離開瀋陽，就會嚟到向住大連嘅方向進發。而喺途中咧，我哋亦都會經過到盤錦市噶。盤錦市點解要嚟呢度呢？原因就係咧，因為咧喺近年呢度有一個景區咧相當之出名，佢就叫做紅海灘風景區。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咧正值係東北嘅秋天，所以嚟到呢個紅海灘風景區咧就啱晒啦。呢度嘅紅海灘喺秋天嘅時候咧就係開得最茂盛、最大面積嘅一片紅海景象咧，就將會喺秋天嗰度揾得到。我喺呢度咧就建議大家，因為咧我自己都會咁做嘅，就係預先帶定一幅中國嘅國旗，然之後咧就喺呢一個一片紅嘅大面積紅海灘風景區入邊，就嚟到手持住我哋中國嘅國旗，嚟到去影翻一張獨特嘅中國紅。相信呢一幅相呢，一定係喺第二度揾唔到，只有你先至能夠擁有嘅啫。其後喺參觀完紅海灘風景區之後呢，我哋就會正式抵達大連。由於大連複雜嘅歷史背後，喺呢度呢，同樣地就有我之前所講到好多唔同風格嘅建築。我哋第一時間呢，去到大連嘅時候，就會先睇呢個俄羅斯嘅風情街，再睇下有冇時間呢，就去埋隔離附近嘅日本風情街睇一睇嘅。之後去到第12日，就嚟到旅程嘅另一個超級高潮位啦。大連呢笪地方之所以喺歷史上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就係因為大連嘅旅順港口呢個軍港，佢擁有到得天獨厚嘅獨特戰略位置，所以喺呢個旅程裏面，我特登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大連嘅旅順港軍口。首先呢，我哋就會去到旅順嘅潛艇博物館，嚟到去親身登上一艘退役咗嘅解放軍潛艇㗎。呢個機會，我相信唔係度度都能夠擁有可以登上解放軍退役潛艇嘅機會。然之後咧，我就會帶領大家去到旅順港軍口附近嘅一啲地方，去到親身睇下喺現場所停泊到嘅解放軍現役軍艦。嗱，當然啦，我哋咧就要睇下好唔好彩。好彩嘅話咧，分分鐘仲會見到解放軍最新最大型嘅驅逐艦，亦即係055大驅。不過唔好彩極嘅話呢，我哋都可以起碼睇到現役嘅解放軍主力艦隻，例如係052D 嘅中華神盾驅逐艦，以及係054A
嘅大型護衛艦呢，相信喺嗰度都應該能夠捕捉到佢現場嘅身影嘅，連同埋多艘唔同類型嘅解放軍艦隻，希望到時呢，我哋就越見越多。我喺現場呢，亦都會為大家去到親身解說呢啲軍艦嘅性能以及係佢嘅用途噶。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連嘅森林動物園。喺睇完呢個東北虎之前嘅嗰個景點，點解我哋仲要嚟到大連嘅森林動物園呢？因為其實喺東北裏面呢，有特色嘅動物唔單止係東北虎嘅，仲有好多唔同嘅動物，亦都相當之有特色。例如係東北嘅梅花鹿啊，東北嘅大熊人啊。咁當然啦，最重點嘅就係我哋亦都可以喺大連嘅森林動物園裏面嚟到見識到我哋嘅國寶大熊貓嘅，連同埋其餘唔同嚟自於世界各地嘅動物。大連嘅森林動物園呢，其實同樣地都係一個半野放式嘅動物園嚟嘅，所以非常之值得去睇。之後我哋就會安排到大家臨走之前去到大連商業街嗰度大肆 shopping 買手信，兼且食翻餐好嘅大連海鮮自助餐呢，再瞓一晚好嘅。第13日呢，我哋就準備喺食完酒店早餐之後，就嚟到出發去到機場嗰度，從大連翻返去香港噶啦。咁樣呢，就正式結束到我哋大連嘅13天之旅。同樣地今次嘅新潮文東北之旅呢，亦都有我格仔嚟到陪同大家隨團出發。出發日期就係位於10月嘅20號至到11月1號。如果大家對呢個旅程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嚟到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嚟到查詢以及係報名關於呢個旅程有關嘅詳情以及係費用嘅。再講一次，查詢以及係報名嘅電話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嚟到去查詢以及係報名。請大家咧唔好打語音電話過去，因為只係得一條線，所以咧肯定係接聽唔到大家嘅電話噶。只需要用 WhatsApp 用到文字查詢咧，先至能夠可以處理大家嘅問題以及係報名嘅詳情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